我对投资没有什么目标的，我就求稳定。就比如说，好像我投黄金，我就不觉得说我不应该投，就要买 real gold， 没有 gold bar， 所以我在小的时候也买过很多黄金。您买的是实体黄金？金条哦，金条啊！近几个月黄金不是飙高了吗？我都卖掉了，我直接卖掉了，因为那些就金涨了很多嘛。而我跟你说，当时我买这个金条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可笑。我就觉得有一天真的打仗啊，这唯一有用的就是金条啊。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欢迎来到理财万事通。你好，我是安朱敬和，我是林品颖。今天我们请到了 Ebenezer Group 的首席执行长，他是 Lawrence 金义文。他不只很有丰富的创业的经历，也有一些很丰富的个人理财的想法想跟我们分享。对，没错 ，Lawrence 他在求学期间呢就已经开始创业了，而且他当时手上只有1000新元的资金，但是最终却能把生意做到最后卖出了10万元的估值。他从传统的岸外与海事的业务到积极开拓新的领域 ，Lawrence 就把危机变成了转机，所以他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啊！今天我们要多多了解他的这门生意，还有他的一些理财跟做生意的一些经验。我们欢迎 Lawrence。嗨，大家好。那么我们也想先向 Lawrence 了解一下，从你原先做的比较传统的岸外与海事业务，到现在的工作，都有哪些比较令人兴奋的新进展吗？我们4年前开始做这个物流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方向。就觉得说刚好也是一样啊，有一个朋友说我做不成啦，这门生意你有没有兴趣啦？就把车子卖给我啦。那我就觉得 OK 可以啊，我买下来啦。那我们起初的时候就一个很普通的物流公司啦，我们什么都做。然后现在快速发展4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比较专注那个冷链，所以我们做的现在就我们也有自己的货仓啦，就以这个食材啊冷链这一块来当我们的那个专。其实我从开始创业到现在，其实也尝试过了很多的不同的生意。起初创业的时候就觉得说要找一些比较可以在我17岁可以做到的一些生意，所以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印刷业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踏入这个创业的这个道路。17岁，可以说说看那时候哪里找来你的第一笔资金？当时那个第一笔资金其实就是从我兼职赚来的那些钱，零用钱，然后开始了这个业务。怎么开始的呢？其实就很简单，那时候我在教会的时候，就帮教堂找了一些印刷厂来打印一些欢迎新友的那个welcome kit， 对吧？然后就觉得可能这个行业还是有一点机会。就是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可能有经验的在打印方面啊，做稿方面的人啊，然后来踏入这个市场。所以那时候你就用了1000块嘛，因为品颖就提到了1000块开始是算是自己存的一些零用钱。对，但是对比现在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你觉得他们是不是需要去筹更多的资金才能够创业，还是像你一样1000块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投一笔钱就看你做什么生意嘛。有些人就觉得说1000块其实很少的一个钱，但是你想一下，其实很多业务很多可能创业的时候不要去想说一定要一大笔的钱来开始，反正其实当你有比较少的资金的时候，你才会更积极的把这个很小的这个资金去把它做得更好。我很好奇你创业的动力是什么？因为你是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创业嘛？因为可能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创业的时候，可能会从兴趣着手，可能我想要开个咖啡馆，开个 cafe， 我觉得很酷。但是你是做一个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相对困难，因为你得晚上起来，就是你的纸不够了，你还要去填纸在你的这个打印机里头，相当辛苦哦。那时候很多年轻人可能都在玩。你问我的话，很多企业家当初的第一门生意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意念都不一样。那我起初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也是觉得说只有唯一用创业，我才能够用我多余的时间来赚更多的钱。那从小的时候家里环境也不是很好嘛，
对吧？就觉得说，只是做兼职的话，要很慢的时间才有办法赚到钱。为什么呢？你做兼职，可能店面关了10点，你就不能够再兼职了嘛，你赚的钱就停止了。那唯一能够更快赚到更多的钱的时候，就是在人家睡觉的时候，你赚钱的话，你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那当时我就觉得说，就唯一只有自己创业，才能够在人家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能够走得比人家多快一步。26年过了，当然这个创业的 motivation 还是你的那个想法，当然会改变。当时就是觉得说，只是想要用创业来走出一个困境的生活，对吧？之后呢，就那个看法，还是踏入新的业务的时候，还是新的生意，还是新的机会的时候，想法就不一样了。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创业，然后最后要把钱填补在他的公司里头，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向银行借钱，然后最后失落的个人是这个破产。所以那个财务方面你怎么处理啊？会不会很混乱？其实你问我，很庆幸的是，我从小就跟这个读的这些科目啊，还是学校啊，都是跟商业关系的，所以我就比较有这个财务的这个基础。那你问我说，个人跟公司财务呢？其实你前面几年到你扩充的时候，经常都是用自己的钱来投入公司，但是你投入的时候，刚好就因为在商业学校里面有很多基础，说这些钱要怎么分，就是很 structurally， 然后就是一个很标准化的那个融资来做，管它是以个人名来借给公司，还是以个人名融资在公司。你觉得创业的人还是需要 all in 吗？有时候我觉得说，如果你把钱收了，你就在拖你自己的后腿了嘛，对吧？你就没有给你自己完全的发展的机会，你就把你自己能够有的机会可能收掉一半。所以你看啊，可是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又不一样啊。可能你把生意做大了，现在你觉得你个人应该有一些产业的时候，个人有一些投资的时候分了一些分红的时候，你可以有自己的产业、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自己的个人的产业。那个你就可以开始划线，说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公司的。特别是当公司有合伙人的时候，还是有投资者进来的时候你就要把你自己个人跟公司的界限画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现在的话，如果年轻人创业，他想要找资金，他想要找投资者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其实你看现在那个情况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而且现在大致上，你看跟我26年前起步的时候，每个家庭的那个情况也有所改善，对不对？所以你看其实从父母角度来看也好，朋友角度也来看也好，其实只要你想要筹的那个资金不要太大，可能其实身边的人只要相信你的这个想法，还是你的产品，还是服务是有潜能的，我相信都会有人可能投一点小钱，对吗？而且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嘛，对吧？所以有很多人也可以用 cloud， 就众筹可能在网上，所以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只要你想筹的那个资金不要太大，其实大致上都不难。所以最重要的筹了之后呢，怎么花这笔钱才是那个难的。刚你讲到了，当生意成熟的时候，你可以分得比较清楚。我想象的是，可能你可以开始以公司的名义给自己薪水，是这样子做对吧？就是还要给自己分红、公积金、CPF， 就是当做你是公司的员工。其实你问我的话，公司小、大、中都一样的。只是说你可能你拿的一个工资就不是很大了。当你工资小的时候，因为其实以一个很简单的来看法啦，管你是个创业人也好，你是个打工的人也好，你每天还是要吃饭的，你每天还是要搭车的。即使你没车，你还要搭一个公共交通嘛，对吗？你还是需要钱的。所以可能在起步的时候，你自己的工资就很少咯，就可能就是刚好足够你生存。但是也不一定说你创业公司就不一定要还你薪水，肯定要还
肯定就是还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很小的数目，让你能够活下去嘛，对吧？我们都要吃饭啊，对吗？只是说，可能你给自己的那个薪水的时候，不是那种哇1万元、2万元啊，还是之类的。可是当你的公司开始有一些进展的时候，业务比较大了之后，你可能可以把自己的薪水可能抬高一点，就是以一个公司能够拨出多少薪水这样子来看呢。如果你正在创业的路上，或对创业的财务管理有自己的经验，想要分享或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留言。我们也很期待听到你的创业故事，或者是你的理财心得。你刚刚提到说，创业的人在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其实做好个人投资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都有哪些投资目标吗？我对投资没有什么目标的，我就求稳定。就比如说，好像我投黄金，我就不觉得说我不应该投，就要买 real gold， 没有 gold bar， 所以我在小的时候也买过很多黄金。你买的是实体黄金？金条哦，金条啊！近几个月黄金不是飙高了吗？我都卖掉了，我直接卖掉了，因为那些就已经涨了很多嘛。从我买到现在，它至少涨了300%。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买了，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买了。当时买的时候也不觉得说它会涨了这么多。而我跟你说，当时我买这个金条的想法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可笑。我就觉得有一天真的打仗啊，这唯一有用的就是金条啊，金钱就没有用了。那我就买了金条，不是买1公斤的金条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分出来嘛，你不可以当零钱分，你要怎么分呢？就买很多那种比较小的、比较轻一点的，但你就可以当零钱用哦，那种想法。可是我对这个个人的这个理财啊，还是投资，我跟你说，其实我没有对一些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一些系统化的投资没有。就好比说，我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古董好看，我就买了这个古董。就好比我买了一个古董的那个钢琴，当时我买了可能就2-3万哦。可是现在突然间有人跟我说，你这个琴哦，现在可能可以卖到好几十万了。所以就觉得说，个人的那个投资呢，就是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您刚刚又说，其实你投资很注重求稳跟资产保值，那这样的话，感觉跟收藏品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呢。对啊，我看得到摸得到啊，说就蛮稳定的。还有他的兴趣的部分啦，还有他其他比较稳定的一些资产。但是你在买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它以后会增值呢？感觉啊，你要靠你自己的感觉嘛，对吧？除了金条、黄金之外，你的其他比较稳定的投资包括？就除了你的收藏品之外啦。你问我的话，你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房子就肯定要了。所以我30岁赚到钱的时候，就把钱拿出来买你第一个产业，那就是你的自己个人的房子了。所以当时不可以买那个 HDB 嘛，所以就买了公寓，对吧？当时你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它明天就会增值啦。但是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你也能够住在里面，也是一个很稳定的一种产业。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投资比特币啊，有比较高风险的一些资产，但你会不会觉得你相对就是保险的一些投资，是因为你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生意上？其实你想那些起初投比特币的人，在1块钱的时候，他们买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今天会是5万6万的吗？他们也不会想到的嘛。我们每次说到可能有些人这个东西增值啦，人家赚钱啦，那有很多人亏钱了。那也有很多人投资比特币又没赚钱的，那这些人都不说为什么？因为只有你赢了，你才会有故事说嘛。你输了，你就没故事说了，对吧？其实我对 Lawrence 有一个理念，他就提到了，只要人生不赌，你就不会过得太差。但是你的赌的定义又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做生意是高风险的，有些人像是做生意是赌一把的，但对你来讲好像不是赌。做生意不是赌做生意是一种你计算过的一个成功率，就觉得说，这个产品可能会有很多人需要用到，你就卖这个产品。你肯定会有一些概念，说谁会想要用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还有你会想到说什么人会用到这个服务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创业。你有掌控权是吗？对，掌控权啊，只是赌你没有掌控权的就像你赌一把的时候，你不是赢，你就是输。这样我问，如果年轻人投资个股 individual stocks， 投资特斯拉，你觉得是赌吗？我不觉得说完全不是赌，
但在我的那个投资的 principle 里面，我是不会去买。所以 Lawrence， 如果在看视频的年轻人想找你投资，他们要做一笔生意，你会感兴趣吗？我对投资呢，没有一个确定的业务，我投资什么样业务我不投资，那可能他们就可以来跟我连接了。因为你讲的嘛，要找资金啊，可以介绍一下，说他们的业务、他们的发展潜能在哪里，可能我就有兴趣咯。说不定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 Lawrence 的联系方式打在屏幕里面，对，可以，然后我们的听众可以直接联系你，在网上也能够收到我，可以联系我。可以跟我聊一聊，我没有什么业务是我不想做的，是只有什么业务能够继续发展。但这不算赌吗？因为这毕竟不是你能掌握的，是另外一个 CEO 他要去管理他的公司。对一个人这样子听的话，就觉得说，可能 Lawrence 在赌这门生意会不会发展？可是可能我们的考量不一样嘛。可能我跟你接触的时候，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格怎样？你这个人的想法怎样？你是啊，其实往往我跟你说，那个业务行行出状元，每个业务也有做得很好，也有做得不好，说看那个人怎么做。所以刚才我所说的温度嘛，看那个人的温度多少，他对这门的生意想做他的热情有多少。所以人比较重要，还是他涉及的领域，或是他的生意的点子，哪一个你会比较看重？我觉得人比较重要，因为我刚说到嘛，其实每一门生意都有很大也有很小，所以一门生意可以做得多好，看那个人。所以要每天睡1-2个小时然后用自己的钱去投资，要有那个 passion。 对，如果那个人没有 passion 的话，我跟你说，其实这门生意就没办法投了，对吗？非常感谢 Lawrence 今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个都跟你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课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留言分享。没错，无论是你想要分享自己的理财经验呢，或者是其他的个人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疑难杂症我们都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就会讨论你所提出的话题。谢谢你，拜拜拜拜拜拜。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林拼颖，录音 Studio Plus 65，编导王文义。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订阅、点赞、分享。节目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在做决定前，请咨询专业顾问，再结合自己的情况。